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智库 CSIS 台海战争兵棋推演的结果，美军惨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又组织美军高层和军事专家进行台海战争的兵棋推演。为什么说这么多的又呢？因为在过去几年中包括 CSIS 和兰德公司在内的美国军事智库几乎每隔几个月都要搞一次这样的推演。CSIS 是最积极的那一个。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这些兵棋推演的详细报告，仔细的考察他们的假设条件和攻防原理，就会发现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以他们所掌握的我军作战理论和战略战术的皮毛，并据此设置演习的初始条件，建立战斗模型，如此推演得出的结果与将来的真实情况那肯定是有偏差的。但是这些推演得出的某些结果是值得解放军重视和警惕的。下面呢，我就来对这些兵棋推演的结果做一些分析。CSIS 这些兵棋推演呢，只考虑台海战争第一阶段的情况，进行了24轮程序推演，最终呢发布了一份长达165页的报告。由于初始条件设定的不同，每轮推演的结果呢各不相同。如果把判定胜负的条件设为美日联军是否阻止了解放军渡海，以及台湾最终是否被占领，那美日联军一方在大部分推演的轮次中都能取胜。他们把战局设计为4种情形，基本情形也就是双方投入的兵力和其他的假设都差不多，势均力敌。悲观情景指的是双方的兵力投入和其他条件对中国有利，乐观情景是双方兵力的投入和其他条件对美日一方有利。第4种情景是台湾孤军奋战，也就是美日不介入。那结果是，只有在台湾孤军奋战的情况下，解放军才能占领台湾岛36000平方公里的全境。在其他3种美日介入的情景下，解放军呢都只能占领台湾岛的一小部分区域。CSIS 最后总结出美日取胜的4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台湾军队必须能守住防线；第二，乌克兰经验不适合台湾；3，美军必须使用在日本的军事基地； 4，美军必须能够在中国的防御圈外发射大量的导弹，迅速的摧毁解放军的渡海舰队。从他们列出的乐观和悲观这2种情景的推演结果看呢，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中国损失的战机数量都要远远的少于美日损失的战机的数量。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空中力量的发展是十分忌讳的，对美日夺取制空权并没有把握。同时呢，也确定有许多美日战机会被中国摧毁在地面上。这些结果还呈现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中方损失的舰船的数量都要远多于美日损失的舰船的数量。这表明美军对摧毁解放军渡海的舰船充满了信心。下面我们再看看他们这些推演预先设置的初始条件有哪一些呢？所有的推演都假设解放军并没有用全部的军力，战争是以东部战区为主力。在有些推演的轮次中，还假设解放军的火箭军呢只发射了一小部分导弹。所有的推演都假设台军把台北地区防御的固若金汤，解放军呢不可能占领台北，等等等等。这些推演呢也都证明了美国海军陆战队设想的在第一岛链进行跳岛作战，向解放军发射大量的反舰导弹的战术并不成功，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同时他们也承认，不论是何种结果，美日军队都会损失惨重，台湾呢也都成了一片废墟，战争可能会长期化。那如何看待这些兵棋推演的结果呢？我认为美方对解放军的2个弱点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这2个弱点如果将来解放军还没有克服的话，美军呢你是可以好好利用的。一个弱点是解放军海军的核潜艇部队实力远远落后于美军。在几轮兵棋推演中，美军的核潜艇呢能够占领台海周边的水域，并可以发射潜射导弹和鱼雷，有效的摧毁解放军的舰队。因此呢，福布斯网站引用了一个台湾当局赞助的美国军事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的建议，在未来台海战争中，美军应该把核潜艇部队
大部分都调动到西太平洋海域，大约需要在中国周边海域聚集50艘左右的核潜艇。另一个弱点是，解放军空军的战略轰炸机远远落后于美军。轰6轰炸机严格来说呢，只能算是一个战术轰炸机，无法攻击美空军战略轰炸机的起飞的基地。这导致美军的战略轰炸机能够在中国的防御圈外发射大量的远程反舰导弹 LRASM 来攻击解放军的渡海舰船。福布斯网站认为呢，美军只要准备好3600枚远程反舰导弹，就能够保证摧毁解放军的大部分舰队，使得解放军的渡海作战不成功。首先呢，应该感谢美国的智库们辛勤的工作帮我们找出了弱点，让我们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其次呢，好像我们也不用太担心未来的台海之战美日的介入。无论是他们找出的美日取胜的4个必要的条件，还是他们列出的解放军的2大弱点，我都看不出美日台加在一起能够战胜中国的可能。解放军会不吸取当年金门岛失利的教训，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就贸然的发动大规模的渡海登岛作战吗？解放军会不参考乌克兰战场上俄军的各种经验教训，不对台岛上的台独分子做绝育手术吗？解放军会不利用台湾特殊的地理条件，对外部的干涉势力进行有力的反击吗？还有解放军会不会一面对台岛长围久困，一面吸引外敌来援，让台湾成为美日长期出血的伤口呢？就像当年的金门炮战一样我今天打，明天不打，隔一天打一次，或者是隔2天打一次，你管得着吗？弄得美国很无奈呀。还有很多的条件和因素是兵棋推演没有考虑到的，我这里就不再提醒了希望 CSIS 和南德公司们继续努力工作，多找找能让美军取胜的条件，也顺便呢鼓励鼓励美军的士气嘛，别老是很难取胜，胜也是惨胜这样的结论，弄得美军参联会的那些上将们心里七上八下的，这个不好。好，这期话题说到这里。